只能使用1点血的角色，并且禁止所有盾的情况下，还能否通关原神呢？在上期咱们总共挂了83次才通过了门德，那么本期咱们将挑战的是璃月了。咱们还是老样子，能逃课就逃课，由于剑锋成军的机关在荒星面前不值一提，逃课也是为了少死几次。荒星的副作用时刻，这里打着飞天宝，一旦你把飞天宝顶起来了，那么它就会起飞。如果还像我这样没带弓箭角色，那么恭喜你只能重开。璃月第1章非常顺利就完成了，我居然一次没死就打完了。就在我拿着剧情给的粉球随手一抽，我的天，居然能出金！让我看看你是谁。我是克勤，璃月七星中的玉衡。你是当立奎欧皇20抽出的，我这把克勤练度拉满，这样的璃月之力应该有保障了。辜负了期待。因为接下来刀猫也等级25，所以我是开始疯狂干地图。至少我找到我这个挑战最怕的地方。这是连传送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强制我全队团灭。这个死亡方式应该不多见吧？只能说还得是欺负水史莱姆，这种初级本我超熟的，因为我那些超折磨的挑战内容，我把所有初级本都研究了一遍，准确找到软柿子，然后消耗体力。我也是通过打本升到了25级，打主线前我还去捏了无下来的软柿子，我得把氪金升到50级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功能得再完善一点，就是在地图上显示材料。氪金不是需要识破吗？但这个在地中之前的识破要我们先怎么踩呢？主要是它必须踩了才会刷新别的提示圈，应该加个选项不再标记此处，改为标记别的地方。然后我又发现了我这个挑战的尴尬之处，就是璃月天赋本我永远也打不过，因为它开局就给全队上火的 debuff， 然后持续扣血。我这边稍微尝试了一下瞬间死打角色，而且璃月宝箱给的天赋数极少，所以我氪金只能当1-2个国家的主 C 了。不过现在氪金还是非常牛逼的，我这边是给氪金组了个超低配计划队，氪金加草主。领导的湖里面的怪也是非常牛逼，我这边重开了3次才打过。氪金的超长无敌针真好用，注意范围大得站着不动无敌针才生效。那么这次璃月的第2章也就完成了。这边顺路打完突破秘境，咱们的世界等级升到了2级，原本的攻击力和生命值都得到了提升。当然铁人攻击没啥用，咱们这个是一碰就碎状态。接下来是28级才能开始璃月第3章，我这边是做我之前没完成的任务。这就是雷系大世界的弱点，我忘记了这是在河边。史莱姆，吓死人了！也是直接把自己给电死。那它优化了锤对剧情里面的效果，比方说咱们再也不会在过剧情的时候被怪给锤死了。咱们现在会是无敌状态。我这边遇到了个 bug， 这里已经把所有敌人都干掉了，但这下面的石块不会碎掉了。我也就多团灭了几次，花了4次才打完这波怪。可能老米也没遇到这么些小怪，能死这么多次。终于在我耗时4小时半之后，我也升到了28级，开启了破镜的克星。我才发现飞鹰也能被史莱姆泡泡困住，就像这样。接下来就是公子战了，我也是不出意料的挂掉了。辜负了期待。真的太久没打过了，然后我这边是继续头铁打了半个小时，我只能说没容错率，连练习都不好练习。最后我拿自己大号练了半小时，也是终于成功打完了公子本。前一个阵因为会强制回满血，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得设置一个新规则，也就是角色一旦受伤就算死亡，我至少得有个未受伤的角色才能继续，本质上和一血挑战没区别。这个魔神有个无法闪避的技能，我这边是切前辈来扛伤，这样战斗我就不能切发露山了。最后是靠着平姥姥冲击波成功拿下，平姥姥真的太强了。我才注意到刚有个平姥姥还会瞬移。那么至此咱们的璃月主线也就完成啦。接下来咱们找的就是你了，戴因斯雷布。这种在草地上的画法是真的太无敌了，直接形成无敌领域，我根本进不去，只能看着他放技能。这也是主线非常少有的强制扣血环节，我这也是慌不择路，差点团灭。不能再待在这里了，快，我们快跑！有点没力气了。
我在造原策划还偷偷降低了这一关的难度。在 5.0 之前的版本，这里的水手图是有盾的，而在 5.0 之后，这里的水手图只要打死本体血量就会直接进剧情了。为了防止是我记忆出错，我还特意找到之前的挑战视频。感觉是我之前吐槽这里的难度，只能说还是改了不少小地方的。我是没想到有一天我的运气居然能这么好，我这边又幸运换了3抽，然后没错，又体现出了大保底。我叫千枝，千枝屋的老板。不过千枝我暂时养不了，因为他需要的是到期的材料，而角色使用的是满血角色，除非不可抗力我才能使用满血角色，所以我千枝只能20级摆烂了。抽到千枝也让我改变了接下来的思路，我原是打算去纳塔玩的，这下不得不先去到期了。最后再完成到期的序幕，咱们的本期视频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那么好的，最后做个小总结，因为在璃月咱们团灭了不少次，所以觉得死亡次数比蒙德还要多，总共死亡122次，加起来达到了205，这要是没算我大号练习也挂了不少，至此总共耗时25小时35分钟。好的，我是秋名山，视频制作不易，求大家求关注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